跟当年的黄金一样，就一夜之间，美元瞬间就被推翻了，一个新的货币正式登基。从08年到现在，美国的资本家整整布局了17年，而你我终于在今天一起见证了这个历史。一个人就算比你再聪明、再努力，背景再好，但是在这段历史的洗礼之下，你跟他之间的财富都会进行一场大交换。我不是在瞎扯，因为一场货币革命已经正在发生了。什么意思呢？现在全世界不就有两种声音吗？第一种就是说美国不行了，说什么美债随时汇报，然后呢就要去美元化，就是大家一起不再用美元嘛。而第二种呢，就觉得美国就算再怎么不行，但这个世界依然没有一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全世界依然还是要买美债，因为全世界的外汇储备就是美债嘛。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两种声音听起来了好像是对立的，一个说不行，一个说行的。但今天美国就直接的告诉你，说行跟不行的人呢，其实都完全没有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就算美元和美债真的有问题，就算真的要换另外一种新的货币也无所谓的，因为这个世界货币的规则还是美国的资本家来定的。就好像古代权力在这个太上皇的手上，那就算现在的皇帝不行了，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当皇帝，因为太上皇只需要让自己另外一个儿子把现在的皇帝换走，那么前任皇帝所做的事你就不能再追究了。而同时呢，这个王朝依然还是掌握在太上皇的手上。也就是说，就算美元真的像巴菲特讲的一样，真的要下地狱了，那么资本家只需要换另外一种货币去顶替美元，然后继续的操纵这个新的货币，那么美国货币的霸权不但就可以重置了，而且一切掠夺手法还可以再来一次。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100年前当全世界都用黄金来交易的时候，你付给人家一张纸说这是美元，那么对方就会直接揍你，然后把你送进医院，而且是精神科的那一种医院，因为当时大家只相信黄金这一种上帝制造的货币。但是1930年之后，全世界都把自己手上的黄金都存进去美国的金库里面了，然后全世界都用美元来交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你拿着美元，你就可以向美国把这个黄金换回来，那么我又何必的带着这么重的黄金到处跑了呢？直到后面大家都习惯用美元了，那美国就直接取消了金本位，就是大家再也不可以拿美元去换黄金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元直接打败了上帝制造的货币，成为了全世界通用的货币。而到了今天2025年美国的资本家再一次的把这段历史上演，告诉全世界，只要你把美元换成新的货币，你随时都可以换回美元，你没有必要再拿着美元了。而且这个新的货币你不用带在身上，也不用怕被水淋湿，你更不用怕被偷，甚至是我们进入到虚拟世界，进入到元宇宙的入场券。简单来说呢，以前大家只承认黄金，那么美国资本家要扶持美元去登基，就要把这个美元跟黄金去挂钩。那大家相信黄金就等同于相信美元嘛，等到大家都相信美元了，就可以跟黄金脱钩了，取消金本位了。而现在美国资本家要扶持新的货币登基，那么方法也是一样的，大家只信任美元嘛，所以呢我就拿新的货币跟美元挂钩。而等到大家都全部相信新的货币的时候，是不是就又可以跟美元脱钩呢？很多人说比特币是没有价值的，是泡沫，是垃圾，是骗局。那么如果现在我给你10个比特币，你要不要呢？大家如果一直有跟着我们，就知道这图是我们买比特币的心路历程。看不懂了，等一下可以看之前的影片。简单来说呢，我们去年年头买的时候，一个比特币才4000多美元，现在已经涨到了10万美元一个了。所以如果我现在给你10个比特币，你卖出去呢，瞬间就可以获得100万美元，你真的不要吗？但大家不要误会，顶替美元的新王呢，并不是比特币。我今天也不是要来说服你比特币有没有价值了，因为该讲了，我去年就讲过无数遍了。而不管你认不认同比特币，比特币都已经是今天新王登基的踏脚石了，因为美国已经通过了一个天才法案。简单来说呢，表面上就是给所有的加密货币发了一张绿卡，让比特币合法化，更保障大家的财富了。而实际上呢，就是让取代美元的新货币，也就是稳定币去登基。
而稳定币登基了之后呢，以后你全世界的人买不买我的美债，借不借钱给我美国也没有关系了，因为我美国可以直接拿着你的钱借给自己去花。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想要让你的存款、你的资产还有你的薪水成为这场新货币革命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新货币登基来跨越你的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了，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可以随时回来跟着去做。首先，其实从08年开始呢，美国的资本家就已经铺垫了，把这个美元换掉，让新王去登基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看我前2期影片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简单说其实巴菲特早在03年的时候就用挥霍岛跟节俭岛的故事去提醒自己内部的资本家如果美国还靠印钱去买走全世界制造出来的货物，然后再靠美债去借钱，把美国花出去的钱收回来的话，那么这套玩法呢，最终都会走向一个结局，就是美国的负债还不起嘛，然后呢，全世界都不再借钱给你了，你花出去的钱都收不回来了，而最后呢，你就只能自己不断的去印钱借给自己去花，你的钱呢就会没有价值了。所以你就会发现08年的时候呢，降息已经救不了美国的经济了，它就要开始印钱了。而2020年的时候呢，要印钱救经济，需要多印几倍，没有上限的去印，也就是说5年之前降息的印钱都已经开始没有用了，都已经开始救不了经济了。而现在美国也不敢降息了，因为去年它一降息，美债就没人买了，美元就开始暴跌了，甚至今年还股灾了。也因为这样，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从来不唱空自己国家的巴菲特，去年底跟今年竟然走了出来，不断去警告美元要下地狱，其实就是在告诉美国资本，新的货币是时候要去登基了。所以严格来说呢，其实现在还不算登基，而是在造反了。你思考一下，当初美元造反的时候都是很低调的，就是当时大家都还是在用黄金，你一下子说要用美元代替黄金，就等同于告诉全世界你要造反是一样的，那这件事情就不会成功了。所以是一定要许许图之，慢慢的来，偷偷的来，先让美元跟黄金挂钩，吸走了全世界的黄金之后，等全世界手上没有黄金了，再高调的去登基，把黄金去脱钩。那现在不也是一样吗？我今天跟你说稳定币就是顶替美元的新货币，然后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这个稳定币是什么，但现在做的事情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当时美元造反的计划叫做金本位，而现在造反的计划就叫做天才法案，都是一样的，名义上就是稳定币跟美元挂钩了，实际上就是造反了，把旧的货币慢慢的去顶替了。那么到底什么是稳定币呢？其实这场货币的革命早就在08年的时候开始了，当时在一个晚上横空出世了一款新的货币，就是叫做比特币嘛。这比特币呢，不但不需要像美元一样随时带在你的身上，也不需要怕被水淋湿，只要你记了密码，你就可以随时的交易。最重要的是，它是去中心化的，你这样理解吗？就是完全不受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监管了，也查不到你资金的来源了。所以全世界无数的钱黑的白的都涌进去比特币了。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比特币更多的价值呢，你可以在 YouTube 搜索扫一声比特币，那我之前就讲过很多了。而当时的美国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明面上一直不承认比特币，一直去打压比特币，但另外一边他们却允许推出比特币的期货，这不矛盾吗？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美国是怕比特币会替代美元，然后美元就会失去世界货币的地位，所以美国就把这比特币定义成像股票一样的投资资产，而不是货币。简单来说呢，就是你今天买了比特币，它可以从1万涨到10万，但是也可以从10万跌到1万，这波动呢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拿着比特币去交易，就会很麻烦了。比如说今天我用10个价值10万美元的比特币去买了你的房子，所以你预期呢这10个比特币是不是能换为100万美元呢？结果你一收到这个比特币我收到房子之后，这个比特币的价格跌到了1万，那么你手上10个比特币就只能换到10万美元了。这其实就是跟我们不会用股票来去做交易的原因是一样的，
因为波幅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拿着100万的股票去银行抵押借钱，你可能只借到50万。也就是说，比特币从功能来说是可以替代美元的，但是今天美国它不承认你这个比特币，也把你这个比特币包装成为资产而不是货币。也就是说，美国的第一步就是把比特币跟美元塑造成一个敌对的关系，让全世界的人都觉得美国政府是不允许比特币去替代美元的。但因为比特币是加密货币，美国政府呢也对它没有办法，只能允许它的存在。所以一直以来，比特币就成为了很多人洗钱和投资的资产。比特币的价值呢，其实就已经塑造完成了。然后第二步，介绍新王出场。我们以前全世界最有钱的富豪都会把自己的资产放在这个瑞士银行里面，为什么？因为瑞士银行呢是匿名的保密机构，简单来说，它的保密制度是任何人都不能干预的。瑞士银行的资金呢是不能被冻结的。还有瑞士呢是一个不怕战争影响的国家，它是一个中立国，所以瑞士银行是全世界最安全的银行。也就是说，全世界的富豪、各国首脑、政要，甚至连一个国家的国库都是存在瑞士银行这里的。而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说为了这个加强银行的监管，所以最近几年都开始要求这个瑞士银行去公开一些账户的系统。也因为这样，瑞士银行的保密性就开始下降了，无数的钱就转移到比特币上面，比特币呢就开始暴涨了嘛。但是刚才说了，比特币的价格这么波动，对这些富豪来说，他的财产经常大起大落，也不安全了。所以新王呢就正式登基了。美国的一些资本家就发明了一个叫做稳定币的东西。简单来说呢，当你用比特币交易的时候，比如说你收到价值10万的比特币，你怕它的价格会跌，所以你就可以马上锁定这10万的价格，把它卖出去嘛，换成10万的稳定币。而这10万的稳定币呢，你可以随时可以兑换10万的美元，你也可以随时用它再去买比特币。也因为这样，全世界超过1半买卖比特币的人呢，他们都是用稳定币的。所以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它不能成为货币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就已经被解决了呢？最重要的是，以前你要跟美国的人做生意，你要先把钱换成美元，然后要到银行去汇款，填写一大堆表格信息，把这些弄完之后呢，你也只是递交了汇款的申请，你这个钱呢还没有到账的。如果没有假期呢，你也要等个几天，你这个钱才会到，因为你这个钱要经过2-3个中间商来处理的，而且呢，他们还是要收费的。所以你汇款的时候，你的手续费是不低的，而且货到了，对方呢可能还没有收到你的钱。而现在呢，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用比特币或者稳定币来汇款，你只需要眨一下你的眼睛，钱就到了，手续费呢跟不收钱一样的低啊。也就是说，美国它的第二步不但把比特币的价格稳定下来了，而且还把自己以前的 SWIFT 系统都推翻了，慢慢的让虚拟货币跟美元的功能越来越接近，也让更多的人用新王，也就是稳定币去做交易。而第三步，也就是现在就是把比特币和稳定币合法化。比如说，以前我们买卖比特币都要去用一些私人的平台去买卖，而这些私人平台之前就出过事嘛，经常拿了你的钱去跑了。而去年美国就直接通过了比特币 ETF 的法案。简单来说呢，现在买卖比特币它合法了，你可以直接跟买美股一样，你在任何一家券商或者是银行，你都能够买到比特币的 ETF。而今年也就是前几天，美国强制要求稳定币的公司要1:1的去持有现金或者是美债。简单来说呢，今天你把100万美元都换成稳定币，那么稳定币的公司呢就要拿你的这100万去买美债，或者是只能存在银行里面不能动。所以当你想要把稳定币兑换成美元的时候呢，这些稳定币的公司就可以去卖美债，或者银行就会把钱取出来给你，你就不怕拿不到钱嘛。简单来说呢，就是把美元美债直接跟稳定币去挂钩了。我再简单点嘛，首先就是先吸走一些黑钱，然后再把全世界富豪的钱从瑞士银行逼到比特币，最后呢就是吸走散户的钱。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一开始就是先让比特币失去货币交易的功能，然后再慢慢的用稳定币来帮比特币恢复交易的功能，甚至还推翻了自己的 SWIFT 系统，而最后呢再为稳定币去背书，用美元跟稳定币去挂钩。
所以你现在也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那么你确实可以明白了啊，比特币为什么现在可以暴涨到10万美元了。但是当你在交易的时候，无论是股票、黄金、比特币、日元，任何的资产，我们都是没有水晶球的，我们都是不能预测未来的，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内幕信息。那些利好的新闻呢，也是事后才会出现的。那怎么去交易呢？很简单，就是跟着有内幕消息的造局者去买卖。当然，这些造局者也不会告诉你啊，他什么时候去买，什么时候去卖，买多少卖多少，对吧？但图表可以啊，这些大户、财阀、资本家所有布局的蛛丝马迹都会在图表上表露无遗啊。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跟随他们造出来的趋势，他们的钱流进去了什么地方，然后去买卖资产嘛。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容错率，就算我们亏5次的钱，赢1次的钱，我们都是赚钱哦。很简单嘛，每一次我们如果亏的话只亏1块，但赚的话我们可以赚10块。那么最后亏5次，我们也只是亏5块嘛，但赢1次我就可以赚10块了。长线去做这样的交易呢，我们只会亏少赚多啊。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去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而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因为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是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之后呢，里面任何福利都将会取消了。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有的人可能就不理解了啊，把这美元换掉，扶持稳定币上台，搞这么多的事情有什么好处呢？各位，现在这个天才法案通过之后，稳定币跟美元美债挂钩了，也就是说，你一个稳定币的背后呢，就一定要有1美元的美债来支撑。那这代表什么呢？很多人看到的就是给大家一个保障嘛，让稳定币一定是可以能换回美元的嘛，就跟当年的美元是一定能换回黄金一样的嘛。我笑了，各位，你现在还能不能拿着美元去美联储换回你的黄金呢？美元跟黄金挂钩的时候，美元其实就是一张美国发出来的欠条啊，你把黄金给我，我把美元这张欠条给你，你拿着这张欠条呢，就可以把黄金换回去。而美元的这张欠条呢，因为他要去打这个韩战和越战，所以呢就越印越多了。所以呢，当时的法国总统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啊，他发现当时全世界的美元加起来已经是美联储手上的黄金好几倍了。也就是说，你拿着美元的这张欠条跟美联储去换回你的黄金，这黄金是不够还给你的呀。如果大家都去美联储的金库去搬黄金，那么迟早呢就被搬空的。所以当时的法国总统呢就先下手为强，不断去赚美元，不断去借美元，还要把自己手上的美元都拿去美联储把黄金换走，直接换回去3000吨。然后自己换不动了，就呼吁全世界说美国没有那么多的黄金给你们换了，你们再不去换，以后美元这张欠条呢就会变成废纸了。所以到了1970年，全世界拿着欠条向美国去讨债，让美国把黄金还回去。就这样，美国就被换走了8000多吨的黄金。而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美国就直接赖账嘛，以后我们大家都不用黄金了，黄金不再是钱了，美元才是钱嘛。甚至在美国，一般人如果私藏黄金，你要坐牢10年啊。所以当时美国就是把美元的这张欠条直接变成了钱，欠条不是消失了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当年美国的欠条是美元，而现在美国的欠条不就是美债吗？如果全世界拿着36万亿的美债让美国去还钱，美国能不能还得起呢？可以，印美元嘛，但是这个美元就变成废纸了，那怎么办呢？跟当年一样不就 OK 了吗？只需要把美债变成钱，那欠条不就神奇的消失了吗？重点来了，各位，当稳定币代替了美元，而一个稳定币等同于1美元美债的时候呢，以后美债其实就不需要再卖出去了，等同于美国再也不用向全世界借钱了。因为当你把100亿美元换成稳定币的时候，稳定币的公司就会拿着你的100亿美元去买100亿的美债。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把美元换成稳定币，你的美元呢就会被拿去买美债，所以你手上拿着的是稳定币，
稳定币公司拿着的是美债付给他的利息，而美国政府拿着的就是美元。所以只要让稳定币代替美元，就可以把美债这张欠条直接变成货币，那么美债这张欠条呢，就会相当于消失了。我知道这样可能比较难理解啊，我们再简单点吧。美元跟黄金挂钩的时候，美元就是一张欠条嘛。然后当美国还不起黄金的时候，美国就直接把黄金废掉，让美元的这张欠条变成货币。然后美国再发明了一张新的欠条，叫做美债。美债就是美国政府欠了你多少美元嘛。所以现在的美债其实就等同于以前的美元，也都是欠条嘛。而现在的美元呢，其实就等同于以前的黄金，都是货币嘛。所以美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想要把美债变成稳定币，然后以后不再用美元了。这样美国现在欠的美债呢，就会跟当年欠的黄金一样，全部都拉掉。这就叫做债务货币化。再简单点，你不要嫌我烦啊。美国当年赖掉黄金的这个账呢，其实就是告诉全世界嘛，以后你们就不能再拿着美元的这张欠条跟我换回来黄金了，你们直接用美元当做钱去买卖东西。而未来其实也可以一样的，以后你们就不能拿着美债的这张欠条去跟我换回来美元了，你们直接用美债，也就是稳定币当做钱来买东西。而现在美国不是欠了36万亿的债吗？当他还钱的时候，他就会先还给你美元，然后你又会拿着美元去换稳定币，然后你的美元呢又会被拿去买美债，这样不断的去重复，其实美债就不需要还了，因为你每一次用美元换稳定币的时候，你其实都是在借新债给美国政府，让他来还你的旧债，也就是说你其实只是自己来还自己的债而已。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你手上的美元将会消失，美国欠你的债呢，都用新发行的稳定币来还给你了。所以当稳定币挂钩美债，当你拿着10万美元去买10万稳定币的时候，你不但可以拿着10万的稳定币去买比特币，而稳定币的公司呢，也可以拿着你10万的美元去买10万的美债，等同于你的10万美元不但买了比特币，也买了美债。这是不是就相当于1美元就变成2美元去花了呢？这样市场上的钱呢就没有变多了，但能够买的资产却变多了，这样就可以把天量的美债神不知鬼不觉的变没了。那么听到这里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瞎扯，觉得不可能嘛，因为现在稳定币也就才几千亿美元的市值，而现在美债的规模呢是36万亿啊，它能买多少的美债呢？怎么可能替代美元呢？所以这一切都不可能会实现。对的，如果你的稳定币只能用来买比特币，那么现在的市值确实太小了，确实解决不了美债的问题。但如果稳定币它不但可以用来买比特币，它后面更可以用来买美股呢？为什么说比特币只是稳定币的踏脚石啊？就是因为以前的人用稳定币是为了买比特币嘛。那么当越来越多的人都用稳定币的时候，其实比特币踏脚石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现在美国的资本家他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让这个稳定币普及化就可以了嘛。我们看嘛，也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美国有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已经允许了他们美国的客户去用稳定币来交易苹果、Tesla、Nvidia 这种热门的股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稳定币只能用来买加密货币，那如果以后稳定币它可以直接用来买美股呢？美股的市值是60万亿美元了，60万亿美元的市值够不够抵得上36万亿的美债呢？而这36万亿美债里面，大部分的债主都是美联储嘛。简单来说，其实都是不用还的。所以以后大家买不买美债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用稳定币去买美股，美国呢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钱抢过去买美债。而稳定币呢是没有设定上限了，也就是说市场需要多少的稳定币，美国就可以发行多少的稳定币。所以巴菲特说美元要下地狱了，不是说美元要变废纸，不是说美元一文不值，而是美元将会被稳定币取代。而巴菲特拿着天量的短期美债，其实就等同于拿着天量的稳定币。所以你看嘛，川普以前觉得最恶心的就是比特币，但是他今年做了什么？他全家都发行了自己的加密货币，他几个月呢就赚了自己家族这么多年累积的财富了，他自己还发行了稳定币了。这个呢就是资本家的布局。
所以比特币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会囤的资产。细节你可以看我从去年的影片，我就不多说了。而我最近的布局呢，我们内部补习班的弟子都知道了，就是除了黄金、日元、港股，让我们赚最多的还是比特币。你看这图嘛，比特币首先它经历过一次大调整之后，它跌到了绿色的线，也就是77000左右，就开始反弹了。我们可以看到它反弹的时候就突破了紫色这个下降的通道，就代表比特币下降趋势短期内就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就在橙色线，也就是比特币突破86000左右就买进了。然后现在中间有些弟子呢是短线投机的，然后就已经减仓了很多次，利润呢在没有加杠杆的情况下，2个月也有20%左右了。而我自己呢还在等一个机会。你可以看到红色的那条线，这条红线之前2次比特币只要涨到这里就会掉头下跌了，这说明了红色这条线是一条非常大的压力线。而现在的比特币已经突破了这条线了，而且没有很快的跌下去，而是在这条线做整理，也就是在休息嘛。而如果比特币后面带着巨大的成交量冲破11万美元的话，我甚至可能会加仓。如果它上涨的时候没有成交量，那么我就可能只会继续的拿着，然后把止盈呢设定在10万美元左右。那如果你听不懂为什么我的这计划是这么定的，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先准备好，先统一一下你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自己所用。所以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现在的福利还在送，趁着现在还没有下架，赶快去看吧。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去看完。这里我要多说几句，就是我的影片呢，逻辑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讲了，我不能每一次都解释，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先看完前2集。而最近的局势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了。不过下一期你运气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周不见不散，拜。